大家好，我是阿雄，一位行走的客家记录者。这么年呢就要出门了哈，阿雄一个人好车子前往南充的仪龙，然后你浪费时哈，出不了你想到要去仪龙，不一样的市面，上个班呀4、5点钟在扫车，真的，所以讲嘅，俺们第一次还是去走高速，因为没休息好，走高速特别危险，再加到过路费要100-200，俺们把100-200块钱拿到省到吃东西或者处理工账号给搞双叉，然后就出发了哈。看嘛，俺们这位置到南充的仪龙大概300多公里，然后6个多小时。啥子好多中途有可能要休息，因为出完不失眠嘛，真的少好。反正带身岛都可以嘎。但发现廖多尼澳包的温度真的很高哈，也没出，全部都很红，好嘞。第四样的就出发了，南充仪龙，俺们到了哈。最近阿雄用 AI 下一首歌，他可以躺一下，躺下，躺下。成都的街头有个阿雄，客家话的传承在他心中。不管冷嘲热讽，依然坚守客家文化在血脉里奔涌。客家话是他永恒的追求，每句乡音都包含着温柔。客家魂在他身上可永久，客家情永远不会生锈。今天阿雄有点猛啊，一个人直接开到仪龙来了，开了6个小时没有休息，然后300多公里嘛。这里是仪龙县的县城，然后我看这里离丁字桥啊，离马鞍镇那边还有接近50公里，可能还要开1个多小时。但是今天晚上的话，我打算就在这个县城这里啊过夜啊。我们在这里找了一个露营地，可以看见这地图上显示的是仪龙县，我们在县城，然后在这个地方嘉陵村这个地方有个免费停车场啊，我们就停在这里。这里应该是一个公园，我们可以看见前面还有一座塔，修得非常漂亮。那我们到这个公园里面去逛一逛，走到这里还看见一个非常大的财字啊，马上发财！祝我们所有点赞的朋友、关注的朋友都能马上发财。没事在这里散步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地方风景特别好，而且我看见旁边有一条江，应该就是嘉陵江。嘉陵江的对面啊，就是仪龙县的县城。因为这里树遮住了嘛，要是没遮住的话，拍出来非常漂亮。像这个仪龙县城里面有没有客家人？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嘛，所以说对当地不了解不熟悉。你们如果说知道仪龙哪里有客家人的话，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阿雄。然后我们来到这里也不着急嘛，先待几天啊，好好的熟悉一下，了解一下，到时候我们就直接打卡乡镇。视频最后，大家对仪龙这边的客家人、客家文化有什么比较好奇的啊，都可以打在评论区，都可以告诉阿雄。或者说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啊，需要阿雄怎么去记录、怎么去拍，都可以一起交流啊，一起探讨。还有就是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关注啊，不然到时候就刷不到了。这2天我也要好好的做下功课啊，好好的了解一下当地的客家人、客家文化，然后我们再开始去记录。好嘅，多谢大家对阿雄的支持，下了个晚球仪龙乡镇行再见了哈，拜拜。你们还记不记得，原来客家人写国家的时间，做人家一般都要给客人准备一包来个诗歌。大家好，我是阿雄，一位行走的客家记录者。这么年阿雄就带大家再来回味一下嘛。原来客家人啊，特别俺的成都那边啊，写国家的时间，做人家其实都要给客人煮一碗坛酒。那个俺的成都喊甜酒，喊米酒嘛，就相当于用米酒给客人煮荷包蛋食，那个样的招待客人最高的一种理解，你的还有没得印象？记得这么年的就用2款米酒哈，来回味一下啊，因为不好能卖给老早嘛，所以俺用2款米酒来煮。哇，一倒出来都比较蓬松，算了，不倒太多了哈，倒一半就够了，不是了，半瓶半斤嘛。对那个米酒烧烤了，到这样就好盖谈。你趁那个米酒去烤了哈，把火关写6字，哦哟，喷出来了，差点那个喷出来啊！俺打着盖谈做荷包蛋，没得好久没做过荷包蛋丝了。明天闲少不还做荷包蛋丝呢？那个米酒煮得皮的蓬松，一股清香味。俺都有好多年没煮过那个荷包蛋丝了。
哎，我终于感觉那个米酒好像高了一点多，米酒多一点点，其实再少点点就合适。那个就是米酒竹炭，原来这边有醪糟哈，现在那个米酒，纯米酒嘛，所以这边就没得醪糟。特别是俺的客家人啊，元宝节日，原来做日子的时间，对吧？其他人就会做那个醪糟炭是真的特别好。烧一下，看到年底能吃过荷包蛋了。有点点是原来的感觉，这个是俺感觉，然后跟原来吃的那个梅头一模一样。你的原来吃过呢？吃过的朋友记得点个赞哈。从你的还想象的俺的客家人，有那点好吃的美食，还有那个习俗啊，都可以把你的家乡的一个客家文化、客家习俗分享出来哈，让咱大家都了解一下嘛。看下俺的他们都一样，有没有那个差异？医生2个俺就吃完了，哇，真的饿了。这么热量的视频就分享了，多谢大家的支持。俺的没点赞的朋友记得点个赞，关注一下。下次视频又见，拜拜。这次我们去南充的仪龙也要待很长时间，所以说也做了很多准备。大家好，我是阿雄，一位行走的客家记录者。3到2日俺就要出发了哈。所以阿雄这么热带大家看一下，俺的准备有那个东西。这次俺的出门虽然讲没得前年子出去的时间那么长，但是还要出去几把年嘛。前年咱出去走一年啊年，然后那个去阿雄的厂，看那些副驾驶，然后把那个车位放平，然后蛋糕放在板子，那个板子卖上100多块钱，然后点个箱子嘛，就可以省得出人了哈。哇，所以那个去那个厂。然后待一下，还有个移动电源。俺的前年子出去差不多1年左右的时间，都靠个那个移动电源哈，充手机啊，充无人机啊，都用个那个电源。那电源开始卖上3000多块钱，还影响一下。所以说你能看到简单，但是爱出去需要花的成本还非常多。然后量子去那个洗漱用品嘛，好吧，可以放卫生纸啊，放洗牙膏的啊，牙膏牙刷啊，看见。还可以放喝的水，特别方便。我们明天就出发了。阿雄现在对南充的仪龙一点都还不了解，一点都不熟悉，所以也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但是我们如果去到当地就好了嘛，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所有客家老乡，如果知道南充仪龙哪里有客家人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把它发在评论区，在评论区告诉阿雄，或者私信给阿雄。到时候我们去的就好直接去记录啊，这次也是非常有意义嘛，因为阿雄打算到仪龙，大概是记录1个月左右啊，有可能会提前，有可能也会多待几天，这个到时候看情况而定。所以大家对阿雄这次南充仪龙之行有没有什么期待，有没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阿雄，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去了解。也非常感谢大家一路对阿雄的支持，然后我们明天就出发，大家请持续关注阿雄。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阿雄即将前往南充仪龙，去记录当地的客家人、客家文化，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大家好，我是阿雄，一位行走的客家记录者。大家都晓得哈，西昌有300万至500万的客家人，成都就有100多万客家人，除了成都，就有南充的仪龙客家人可多，南充仪龙这边好像都有30多万的客家人，而且俺的朱爹朱老总这个老家就是南充仪龙的哈，朱老总也是非常值得俺们大家尊敬的一位伟人，所以阿雄觉得这两个事情很有意义嘛。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将前往仪龙了。像你们知不知道仪龙哪些地方有客家人？我知道的好像仪龙的丁字桥、马鞍镇那里客家人非常多。除了我刚才说的这2个地方，你们还知不知道仪龙的哪些地方也有客家人啊？也还在讲客家话。知道的朋友啊，一定要发在评论区啊，这样我才能看见，或者私信给我，我到时候到了那个地方，我就好去采访、去了解。因为我们四川很多地方都有客家人，但是我们全国甚至全球很多其他地方的客家人都还不知道哦，我们四川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多客家人，对吧？而且还有这么多客家人都还在讲客家话，所以阿雄就觉得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而且之前我们跟林会长也聊天嘛，也聊到过，对吧？
我们一定要多记录四川的客家文化，一定要让外面的客家人都知道我们四川也有客家人啊，也有这么多客家人的宗亲，对吧？比如说还有很多一个姓氏的，只不过大家迁徙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我们的现在客家话的口音可能也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大部分还是能交流嘛。据我所知啊，就是仪陇那边的客家老乡，大部分都是从广东的韶州，也就是韶关那一些地方迁过来的，迁过来也是差不多300年左右嘛。所以说你们期不期待，想不想去了解仪陇的客家？想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到时候才刷得到，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阿雄这次是打算用1个月的时间去当地去走访去了解，然后这次也是一个人开车去，但是去之前啊，其实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思想斗争，因为去的话要花费很大的费用嘛，就比如说油钱啊、生活费啊，这次出去一趟可能都要花几大千啊。现在挣钱不容易啊，挣钱也特别难挣，对吧？所以说也是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才决定去的，所以说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该去还是要去嘛，对吧？觉得做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所以说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人支持嘛，能够得到我们客家老乡的支持，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了解，一起去探索。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南充仪陇再见。你想想的，差西昌都有300多万客家人，差成都都有100多万客家人。大家好，我是阿雄，一位行走嘅客家记录者，我是成都嘅客家人。之前有时间讲普通话，很多老乡就讲喊我讲客家话。咁么这么日，我还用客家话和大家交流沟通一下。之前俺们去一趟荷兰，现在长了了。我发现之前去荷兰拍的视频，像大家都不那么喜欢看那边个，我们点赞的人都变少了，看的人变少了。你们到底喜欢看哪种类型的嘛？还有就是之前好多人问阿雄，讲你到底想不嘅？其实2几年我哋一直有讲，这么日我有介绍下我去讲嘛。我是想翻。然后我嘅祖先呢，是从广东梅州的文化浪边迁到西昌成都，你迁过了接近300年了哈。还有就是我2019年发给贴着客家话视频，该阵子其实成都那边基本上冇的人差不多那个发客家话嘛，但是我呢突然有不安失眠脑壳里边有点声音，喊我去记录两个客家文化，因为俺们木兰街哈，木兰综合这边有名文化校，校里那个就有很多俺们全国各地客家文化，所以当时阿雄才拍贴着视频，然后也通过这个视频真了解了，哇，原来全球全世界咁多客家人，俺们成都只是在小小一个分支，所以因为这个视频一直就记录俺们客家文化记录到现在差不多有6年时间了，6年为客家还讲老实话做了很多事情，对吧？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特别是俺们前几年，俺是2014年5月2号出的门，出新加坡大概接近1年的时间，俺们去很多省，比如说主要是去的重庆的盘龙镇去记录一下，一般又到的湖南延宁，一般到江西赣州，又到福建的永平、龙安，一般又到广东的河源韶关然后梅州，又到俺们江西的博派就去咁多地方，了解些咁多的客家文化接触些咁多地方的客家人。虽然这回俺们走1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还只走些地理子。如果真的要把所有客家乡村走完的话，搞没得10年的走不完，可能10年的走不完，所以两个是对客家文化真正的一种热爱嘛。然后我想讲的就是像你们到底对哪种内容比较感兴趣嘛？还有就是要么是能够真正的去宣传客家，让大家都重视客家文化一起把客家文化传承下去。两个是俺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嘛，就是让年轻的两一代能够重视好了，让人了解俺们客家人，了解俺们客家话、客家文化。只有人真正的重视，愿意去学，俺们的文化才能传承下去。所以大家有那个好的点子好的想法还有那个好的建议都可以发出来嘛，俺们一起交流，对吧？还有就是我最近想建一个群是真正热爱客家文化、喜欢客家文化的人，
让你去回井盖的群，让你一起在群里边讨论，一起交流，一起想办法，对吧？有想法的朋友可以加入来，还可以给俺分享点资料嘛，让你一起通过视频把其记录出来。明年9月26年，今天阿雄考一下大家，看这几个词，我们用客家话说出来，大家是不是一样？首先第一个就是我的话用客家话翻译出来是什么？还有就是他用客家话翻译出来是什么？还有就是你用客家话翻译出来是什么？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打在评论区，看一下你们老家的客家话翻译出来跟我们的是不是一样？我们成都的客家话，我讲爱，他客家话讲己。上个视频我们跟李会长在都江堰喝茶的时候啊，就聊到了我们整个四川的客家情况。其实在四川啊，有300万至500万的客家人，而且我们四川的客家人分布的比较广，基本上是四川很多地方都有。不过呢，很多地方的客家人都不会讲客家话了，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客家人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遗憾嘛。但是有些有族谱的朋友，他们要是翻族谱的话，就能看出来啊，你们的祖先要么就是从广东啊、江西或者福建这3个地方迁过来的。这3个地方迁过来的话，基本上大多数就是客家人。像我们成都这边很多就是从广东迁过来的，特别是梅州迁过来的，基本上都是客家人。阿雄的族谱上就是记载的从广东的梅州五华迁过来的，然后族谱上写的是古时候的名字嘛，古时候叫做嘉应州长乐县啊，你们也可以看一下你们的族谱嘛。我也发现很多人的族谱写的是嘉应州啊这个地方啊，也有很多广东啊、江西、福建其他地方迁到四川。我觉得我们客家文化传承上千年啊，一直传承到现在，而且没有文字，就是靠祖祖辈辈口口相传，都能传承到现在。所以说我们这个文化这个群体非常值得传承下去的，非常有意义。也正因为是这个文化，所以说铸就了很多我们客家的名人啊，对吧？客家的比较杰出的人，都是因为在这个文化的熏陶下，所以说我们才这么优秀。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多了解，多在网上看一看我们客家文化，了解我们的客家文化到底是什么啊。也可以多看阿雄的视频。阿雄也是经常在记录我们全国还有就是四川各个地方的客家人。上一次跟林会长我们也聊到了四川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客家人，所以说接下来的话，阿雄也会到四川其他地方除了成都以外的地方去走访，带大家去了解、去探索，了解当地的客家人。你们知不知道四川除了成都还有哪些地方有客家人？知道的朋友一定要打在评论区，说不定我们下次出发就去到那个地方。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想让阿雄去的地方，也可以打在评论区嘛，说不定我们哪次就直接到你说的那个地方了，对吧？一定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哦，可以发在评论区。也感谢大家对阿雄的支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